Hello，大家，就是上一集漏说了一点点，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不是看到，贺建他去亲吻吴维武克他那个头皮的时候，我说我想到了很多场景。我先不说进击的巨人相关了，反正就是也让我想到莎乐美这部戏剧嘛，主要是因为我之前也演过这部剧，我初中的时候吧，我应该还能找到照片附上，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纪我们当时选了这么一部剧去演，可能对于没有看过莎乐美的朋友是一个剧透。莎乐美式的这样子去亲吻头颅的这么一个动作，也真的是一种死亡与欲望相交缠的极致的一种变态美学吧。在莎乐美里面，就是莎乐美她爱而不得吧，对于那个约翰，她要他的头颅去吻他，因为约翰不爱他。这种爱与掠夺，他总是分不开的一种感觉吧。看样子是一种亲吻，但实则又是一种践踏，平行到了贺建他这边的情况。但是威鲁克确实是跟贺建思想层面上真的是可以说是劲敌一般的存在吧。他们都是各自领导了一波人，而且是做的比较成功的。而威鲁克的这个头皮在他这里更像是一种战利品吧。虽然贺建的妻女没有像阿西帕他们这样活了下来，但是就是直面威鲁克的话，在这一战中是他赢了，他是胜利者吧，这是他对于败者的一种亵渎。7人のアイヌたちは殺し合った。ウイルクもヒロラン家も網走監獄にいた者たちも方太入れ墨を郎，振られた囚人たちも土方这些是类似于决赛圈了，是吧？白石義武も杉本佐一もお前の愛する人間はみんな殺される。私の愛するフィーナとオリガのように。他这一切就是要击溃阿西利帕的心理防线。暗号の解き方をすでに知っているのだろう。别这样，我的天呐，好地狱啊！尤其对于阿西帕这样的小姑娘。やめろ。アシリパに脅しは通じないと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いたが、迷っているなら。我的天呐！他要把索菲亚当做人质来威胁，这样会窒息的。思い当たることはあるけれど、それはまだはっきりと。思い当たるという根拠は？私しか知らない。他要告诉贺建了。名前。それは何だ？アシリパ、教えなさい。啊，这是真的要解谜了。阿西帕应该是真的告诉他了，毕竟索菲亚马上就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了。我的天呐，贺建，难道贺建会是最终赢家吗？不会这么简单吧？哦，这是之前的一个小片段。菊田到底有什么打算？お互い生きてるか分かるように何を話せば良いのでありますか。何でもいい。故郷に帰ったら何が食べたいとか何がしたいとか前向きなことがいいな。マキリを作る練習がしたいです。マキリってあのアイヌの小刀か。はい。男は好きな女にマキリを送ってその出来栄えで女は生活力を測るってくらいですので、男はマキリを作れ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ど。
好きな女に振られちゃうって心配かよ。索菲亚现在拿的是基洛兰克的那把刀吧？自分用のマキリを为自己做一把。息子に丁寧に教える親も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が、親父は俺が成長した時这是小的有骨吗？这太 Q 了。来る姿をさりげなく見せていたんです。無理にやらせると俺が反抗するのを知ってるから。ただ親父も我慢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ね。マキリに使う木は硬くて軽い板やカエデじゃなきゃダメだ。他の木で作ると鹿を一頭解体すれば塚が割れてしまうんだとか。他父亲也是惨死啊，完全被贺建利用。对于他来说，任何人种、不同的民族都是可以去帮忙的。但是贺建的大意下呢？でも俺のマキリを作ってる途中で死んだそうです。親父のマキリも行方不明で、もっとしっかり見ておけばよかったんだって。菊田特務総長殿。菊天绝对听进去了。他知道贺建就是在这其中是有推波助澜的，因为菊天知道他父亲是怎么死的，那把贺建的毒箭是怎么射进去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才那么说呀。有骨，哇，疯狂解谜，这么聪明啊！土方歳三のアジトを伝えに来ました。今なら一網打尽にして向こうの入れ墨認否を奪います。バリコ力末。お前の偉。哇，他这都能看到吗？太吓人了！入れ墨認否を全部こっちへ。月岛。走れば早く逃げろ。今の銃声、教会か。哇，索菲亚真的猛啊！他还在，他的头都这样，他还在解谜，我真的有。哦，别啊，有骨，月岛还不会放过任何背叛者。索菲亚一直带着那个。菊天。なんでここに。菊田特務総長殿。
到的眼神如此清澈，怎么？有谷，天呐！菊田又看到了有谷父亲的死亡，又见证了有谷的死亡，怎么会这样啊？これ以上は広がらねえべ。ご苦労さん、人足りてるからもう休んでくれ。尾行吗？迷ったかな。バラとの土方歳三の真似だぜ。哦，完全是小猫形态。别太勉强了，我们也休息，不要欺负老人了，好吧？毕竟有谷救了他。放开了。哦，现在真的像贺建说的，这些人都会死去。他会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哦。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互相的拥抱，你们三个人。天哪，阿西里帕，他太坚强了。他有救吗？死ぬなよ、アリコ、アリコ。おい、起きろ。お前まだ自分のマキリを作ってねえだろ。アリコ。真的没死！我的天哪！哦，是不是小刀挡了子弹？这种剧情哦，有谷。我真以为他死。目録によれば、制作者はアリコ・イポプテとある。父のマキリをそっくり真似て彫ったものだが、イポプテは一箇所にだけ子弹，这就是挡子弹的地方吗？それはまた別のお話。哇！菊田特務総長殿、助けていただいたご恩は忘れません。でも傷の手当てをしたら、俺はアシリバたちと共に戦い、俺は中央にはつきません。まあまあ、その傷じゃしばらく歩けねえぜ。ゆっくり治せ。また一緒に温泉入ろうな。哦，菊田，你这么温柔的吗？月島軍曹がアシリパンが問えばシャイモス応援にドヒコがツレイチをスコワンドか二階堂月島軍曹がアシリパンを追跡してます。応援に何名か連れて構いませんか。だそうです。いや、月島を連れ戻せ。他真的破译了！我的天哪，他真的不愧是情报专家吧，一下就破译了。并非剧场，立冬，他还在自我催眠吗？さっきはビール工場にいたからわからなかったが、お前ビールを頭からかぶったみたいに匂うぞ。那月岛他们身上也有啤酒味儿。贺建就是知道他们在门口，因为啤酒味儿根本掩盖不住。聞い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として、全部嘘だったとは限らないじゃないか。海を隔てたすぐそこで極東を支配せよと凄む大国ロシアの軍港は日本にとって極めて危険なものに変わりはない。
李登别天真了。日本の防衛と繁栄のためだと信じたっていいではないか。何より全てを越到越到あのセリフが飛びつきたいほど欲しかったはずなんだ。李登，你自己说服自己的这些话，真的会信吗？哦哦，这个镜头有点那个教父的感觉，谁懂？ありがとうよ、王様。哦，王様。ある女の話を思い出したんだ。その人が樹皮の糸で織るアット氏の着物が誰にも真似できないほど美しいと言われていた。アット氏の糸をケネと呼んでるハンノキの赤い汁で染めるんだが、うまく染めるのは難しくて失敗すると茶色くなるそうだ。でも女にはこだわりがあって、誰も見たことのないほど綺麗な赤で糸を染められた。女はその糸で愛する夫に着物を織った。ある日夫はそれを着て山へ仕事に行った。だが土砂降りの雨になったので慌てて家に帰ると。这就是江度贝当时跟贺建说的怎么去区分真假的人皮的方法来着，我记得。水。着物が雨に濡れて赤い樹液がにじみ出て、鉄に触れた部分の色が変わったのだと分かった。こだわりというのは裏を返せば繊細すぎるんだ。門倉の持っていた入れ墨人皮が水に濡れ、その後に金属の釜に触れた。その時に黒く変色したものとしなかったものが見えた。皮をなめす方法にはいくつかあって、杉本は安くて簡単に手に入る。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阿西帕还这么的敏锐，这么细节。もっと柔らかくて上等な皮になめすには植物の汁を使う方法がある。木節とかケネの汁だ。偽物の入れ墨人皮を作った剥製屋は皮のなめし方にもこだわりが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江度贝就是他。哦，好久不见，如此妖娆。やっぱり条件を満たしていないものは偽物だった。そしてイボッテが持たされてきた5枚の中に本物が2枚ある。解読妨害のために本物を混ぜてくるとは大した度胸だ。そして暗号を解く鍵はやっぱり父の名前。狼に追いつくという意味のアイヌ語。ホロケオシコに追赶狼。威鲁克他已经不再是一头狼了。さまざまな共通する音の漢字が入っていた。それには気がついていたが。狼に追いつく。お前の手柄だぜ。哇，像是隔空的一种对视，我的天哪！鶴見中尉に教えちゃったのよな。すでに解き始めている。在干嘛？发癫了，贺建。最後に教えてくれた情報にかける。アイヌが大昔に集めた金塊を最初に隠した場所。多亏了他们的各种情报，我们才走到这一步吧。你们不是去休息了吗？门仓。他们最后还是跟土方他们走到了一起。あらあら、三等車は後ろですよ。一等車の切符はね、4倍くらいの値段かな。ご存知ないでしょう。不潔そうだから早く出て行った方がいい。後から来る乗客に迷惑だよ。
それぞれの国に共通する同じ音の何苦呢？でもホロケオオシコニ以外は全ておとりだ。ホロケオオシコニの音を表す漢字は入れ墨認否1枚につき4文字以上必ず入っている。そして皮を重ねるとぴったり文字の感覚が合うものがある。漢字に詳しくないであろう娘にウィルクはあえて漢字の案を与えた。あくまで和人と協力して金塊を見つけろというウィルクの伝言でもあるのではないか。他也说了想让阿西帕去寻找自己的路。我的天呐，这个想法很好，因为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跟其他的民族有所接触，从中可能摸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来。聪明啊！想定していたことではなかったはず。私に会いに来るのは最初から予定にあったのかもな。こりゃいいや、俺らだけの特等席だね。真的累了。俺は地獄行きの特等席だ。别通往地狱啊！菊田，这就是他们哦。山原，不是哇！他们俩从很早之前真的就认识了呀。那个时候菊田让他把他忘了，还有永作的故事。我的天呐！但是这辆列车呢？这辆列车会通往哪里呢？我去，然后我好高兴，就是有谷活了下来。先让他不要站岗，发现这也怪吓人的。有谷跟他父亲曾经的故事真的也很戳中我吧。他也真的是做出了那一把属于自己的刀，能去复刻他父亲刀的那种花纹。不说作者也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吧，就是包括就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这个刀柄上面的，就是像是有个弹孔的一个印记，真的是联系的很好。这一集开头就是有谷也说了，自己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会去帮忙，但是就是别人可能会看不起他的身份啊。其实点明了就是阿伊努族人民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下他们的一种生存的困境所在吧。贺建他所执着的目标绝对没有是说把这样子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能够确保出来，或者说是能甚至扩大一些。有谷也是虽然当了双面间谍，最后也还是加入了土方他们这边吧。其实我觉得战壕里的这段话也真的是诠释了有谷他曾经的一些迷茫挣扎，一直到最后他也因为他父亲最后有些接纳了自己这个阿伊努的身份吧。曾经的他算是有些厌烦自己的这个民族身份的，即使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濒死之际他还是想去完成这一把未完成的刀吧。其实也像是他未接受的身份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菊田可能也能看出来有谷他心中所属。像前几期讲到的那种记忆的传递，事物的传递，灵魂当然也一定会传承的吧。这一把他没有找到刀，其实就在贺建那里。这也解谜了为什么当时他看到那把刀，然后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原来那就是他父亲的刀。然后菊田当时也抓住了他，可能他也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跟贺建脱不了关系吧，但反正菊田是明白这一切的。正是因为贺建他利用了他们这个威鲁克他们团体这内部的不和谐，或者说是信任危机吧，就是稍微放了一个烟雾弹过去，然后他们马上内部就瓦解了，然后相互的猜忌，甚至自相残杀。有谷的爸爸当时也是为了有谷的安危嘛，马上就去通风报信，就也是惹祸上身了。
这把刀不仅仅算是他的一个根，也是他父亲存在过的证明吧。就是最后也是护他了一下，要不然的话真的就觉得要被月岛打死了，因为月岛的这个眼神已经非常清澈，我感觉他真的就是往这心脏这个心口这里直接一枪击过去的。此时的李登也是不断的想要去试图说服自己吧，上一集他也是一副我就知道的笑脸，就是对着月岛一直我所崇拜所憧憬的贺见大人，果然是像他想的，心中是有一个很伟大的目标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危的。结果呢，又因为这个身上啤酒味儿早就被闻见，又开始去猜忌贺见他应该说的也不完全是假话吧，毕竟贺见知道他们在那儿就有这种表演的成分，这就是一个剧场一样的存在。我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跟贺见门缝里的这个对视，就其实已经有一点暗示了吧。如果真的是像教父那样的话，李登可能已经就不相信贺见了吧。说到月岛也是吧，就是上一集他还在非常非常咬牙切齿愤怒贺见他并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为了国家大义舍弃了那一切的私人情感，即使月岛他已经如此决定了。但是到了这一集看了有谷的背叛，马上二话不说就是拎起枪就是干，整个人是一种非常人机的状态吧，甚至可以说就是完全是一个像是被编程好的对于这个背叛者杀无赦的状态。他像是非常迅速的就自我消解了上一集的那种愤怒之情，又变回了贺见绝对忠诚的一把刀吧。也不得不感叹，就是这一集除了像贺见如此恐怖如斯的这个破译能力，其实阿西帕和威鲁克他们俩也不愧是父女吧，真的脑子也是非常的灵光，非常之聪慧。就是像这一集说到了，就是他也没有说很早之前就已经部署好这些计划了，但是肯定是有一些计划的，然后呢从中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威鲁克肯定是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同伴自相残杀的，但是他也就有点以身入局的这种方式吧，就是将这一切又慢慢最后形成了就是这个无脸男的这么一个计划。阿西一派也是在如此混乱的一个局面中非常清晰冷静的 get 到了他父亲包括也有基鲁莱克的帮忙，然后呢迅速的理清了这个破译的方法。已经非常之期待看到菊田和山原到底是有一段怎样的过去了。那这期视频到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